我一时冲动跟他认识3个月就闪婚了，现在我就特别后悔，他给我的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天天就想这些个没用的，都已经结婚了，不好好过日子，总想学人家搞浪漫。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他却只顾自己的感受，从不考虑我的想法。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真的，我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很真实，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自己唱独角戏，从没有过情感交流，这样的生活还能继续下去吗？婚姻生活里的独角戏，谁可以忍受呢？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赵，33岁，来自河北工人；女嘉宾小王，23岁，来自河北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比人大10岁是吧？是还是不是嘛？是。闪婚的。对，我俩认识3个月就闪婚了，当时。够有勇气的啊！对。你怎么3个月就成你媳妇儿了？就是有一次他这出去玩，然后我放下工作陪他去了，就结婚了。嗯。哎呀，这个假条得多有力量哈！就平时他工作挺忙的啊，就是说，有一次我说你陪我出去玩吧，他说不去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要工作呢还是要我呢？然后他就放下工作了。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感觉就是他特别老实，然后能给我一种安全感。但是就是时间长了，接触下来，当时我就是父母就特别反对我们2个。啊，你们俩咋认识的呀？3个月就结婚？我俩是从微信上认识的，然后附近的人，他当时给我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好，就是不顾家里边人的反对，就是头脑一热呢，就是一冲动，我就偷拿户口本给他领了结婚证。哎呦，刚才说了一时冲动是吧？结婚有多久了？我们结婚就有1年了。有孩子了吗？没有，他现在呢就是说想让我给他生一个孩子。哦，要生孩子。对。今天谁要来的呢？我要来的。啊，你要来干嘛呢？就是我感觉我俩现在有太多问题了。他平时就是一个闷葫芦，他不跟我沟通。哦，他不说话。对，他不说话。不爱说话，还是不爱跟他说话？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啊。好，这个对你好吗？他原来对我挺好的，但是就是结完婚之后呢，就是原来还知道给我做饭，但结完婚之后他就变了，就不一样了。啊，你说说。变成什么样了？婚后就是一直都我在照顾他，我每天下班就是也很累，我回来还要给他做饭，还要给他洗衣服，就是他从来就没有说帮我要做家务。为啥呀？他比我回来的早，然后平常的家务他都是他做。哦，你搭把手呗。我回来晚很累，所以我是不想做家务。那你上1天班你累，那我上1天班我就不累吗？原以为我就找一个比我大10岁的，他会懂得照顾我，会懂得包容我，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还得你照顾他，对，还得你包容他。哎呀，太委屈了哈。行了，除了不做家务，他还有什么呀？当时就是我父母特别反对嘛，他小心眼儿，他特别记仇，就是他就不想为了我去怎么缓和我父母的关系。哦，就是每次都是我买好礼物，就带好东西，然后去哄他，还要哄他半天。哄他干嘛呢？就让他跟我回家呀，他小心眼儿，他记仇。你说回家，平时你自己回家就得了吧，非追着我干嘛？让我干？就是小心眼儿，就是因为我就是父母当时不同意的时候就不高兴，就因为我父母啊就刚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嘛，就因为这个我父母就跟我有半年的时间就不怎么见面，然后就是我就是为了缓和，然后我带他回家，这半年我父母对他就是才有点认可。哦，认可他什么呢？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认为他就是说，对我好呀，但是其实那都是表面的。等于你自己伪装，对，然后让他去，是这意思吗？就是我父母就根本不知道，就是他就是从来都不照顾我。你就说我现在就这么不高兴了，他还说跟我要个孩子，你说我都过得都不快乐，说我再要一个孩子，我不能产后抑郁吗？你特想要？啊，你说我30多的人了，你说我现在不要孩子，还等到什么时候要呀？那得对人好啊。他平时他就是这样，他就跟个闷葫芦似的，每天都是我自己在说，他平时就一句话他都不跟我交流。不是你接慢点他就说了，你接的太快了，他插不了嘴。为什么又想要孩子又不对老婆好呢？
那我一给他说要孩子，他就说等他工作稳定了再要孩子。我说你等你工作稳定了，我都多大了呀？哦，你急这个是吧？啊，那你没提要孩子这件事儿之前，为什么把人娶回家之后也不对人好呢？我就是你累是吧？啊，那你娶媳妇儿是干嘛的呢？洗衣做饭，洗衣做饭，加生娃是吧？是这意思吧？啊，那你需要为洗衣做饭加生娃的这个媳妇儿做什么呢？就呵护他，包容他。你呵护了吗？没有，包容了吗？没有。所以人家不生娃嘛，不是事儿很简单嘛，对吧？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不急啊，慢慢说。现在最大的冲突是他想要孩子，你不想要，是吧？对。还有别的矛盾和冲突吗？有啊，毕竟我比他小10岁，过情人节啊，过生日啊，我总想就是浪漫一下嘛，我都会送他礼物，但是他从来就一件礼物都没有送给过我。这个有很多人说形式主义，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需要一些仪式化的东西，至少是说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人，我心里是有他的，所以才会想到嘛。你是怎么想的呢，兄弟？挣的钱你拿着呢，你想买什么自己去买呀，干嘛非要拽着我去啊？所有的钱都上交给他了是吗？啊。但是你不是有零花钱吗？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惊喜吗？从来没给过吗？对，就1年多，就跟认识到现在就1年多了都没有。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就是花500块钱，就是我俩刚认识的时候，花500块钱办了电影卡。他就陪我看过一次，他就再也不去了。他跟我说看电影没意思，不想陪着我去。然后我不就问他嘛，我说你喜欢什么呀？他跟我说他喜欢钓鱼，就是平时就是给我买化妆品，就是买衣服之类的，就是特别不舍得。家里不是好几支口红的吗？你干嘛非要买啊？但是女生嘛，不都是爱美吗？那你们生活里他就每天一句话都没有，吃饭的时候也没话吗？每天就是说话都是超不过10句。啊？那干嘛呢？他就说他太累，他不想跟我说话。真的吗？那是的。不是你得有多累啊！回家连跟老婆说句话都不行。反正是我在外面上一天班，回家感觉就想回家休息一下，不想说话。就是在我印象中，就是最深刻的一次，就是他说的话最多的一次，就是他在外边就喝了点酒，然后回家。哦，喝了点酒回家。对，然后他当时就特别浪漫，还跟我说些就是老婆我爱你啊，就是其实我也想好好照顾你哦，然后就是之类的这些情话啊。哎呦，感动的都不行了是吧？当时。对。谈恋爱的时候说过吗？没有。然后我就心想，我说在外边就是喝点酒之后回来还能跟我说情话，我就在家就是没事就是感觉他闷的时候，我就想跟他喝一点。哦，给他喝酒。哎呀。对，就是没想到就第一次有用。第二次呢？他就跟我说一堆废话，问他1句他能说20句，但这20句都是废话，就有的时候还特别扎我心窝子。还特别爱翻旧账。你这咋回事啊？那天为什么喝多了酒说了情话？后来为什么喝多了酒就抱怨？是为啥？那天酒壮怂人胆嘛，说了一句。你不怂啊？你认识3月就娶回家，你很厉害啊？为啥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那你爱他吗？你心里有他吗？爱他有他。哦，他在乎你吗？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回家一句话不说，但是挺在乎的。我看不出来哈啊！我感觉他就不，他那种就不是在乎我啊，就感觉他就是在监视我，就说。
翻了，这刚开始翻了啊，他看见了。你想看什么呀？怎么也不想看。不想看你翻它干嘛呀？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奇怪，就是大家想想这件事儿啊，你是想让你的另一半背叛呢，还是不想背叛呢？你翻不外乎有2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真背叛了，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离不离婚？不离。哦，真背叛了也不离哈，那就别看了呗。所以不要有那么多好奇心就好。其实说白了，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放心他？说实话，怕他跑不？怕他好，你对人好啊。看他翻他手机翻出些什么了吗？没有。现在还翻吗？现在还翻。你看，那为啥还翻啊？那是我偶尔看看或者玩游戏啥的。哦，拿你手机。就是每次出差回来，他都会看，翻我手机看。哦，为什么每次出差回来都要看呢？也不是每次出差我非要看的，就偶尔回来我拿他手机。你也挺奇怪的哈。也有点奇怪，但是平常有的时候拿他手机玩。心眼还小。心眼小。心眼小啊。然后我就记得，就是还有一次，就是他过生日，然后我就是特意嘛，就从单位赶上回来，然后在酒店呢就给他订了一个生日宴，就把亲朋好友啊都叫了过来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嘛，就是还给他买了个蛋糕。然后他过来之后就不正常了，根本就没有我看到的，就没有我想到的那种高兴啊。然后我就是回到家之后，我不就问他嘛，他就在那儿，就是什么都不说，他就是这样，他这人就这样，就什么都憋着不说，都等着我去哄他。然后我不问他嘛，我说为什么你就不高兴呢？他上来就跟我说，他说我铺张浪费，说他们80后从来就不过什么生日，那就是你不过生日，不是80后所有人不过生日。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和浪漫，但他就是从来没想过知道什么惊喜和浪漫，就是感觉我还小嘛，我就是感觉我的世界里就应该有点惊喜和浪漫。咋想的？钱花多了？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从小都没过过生日。就因为你没过过，我知道，所以我想给一个惊喜啊。特别生气，特别反感。特别烦他还我不喜欢过生日，但是他给我弄了一次。为什么不喜欢过生日呢？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没必要去过生日。老年人才过的是吧？一般我老年人才过生日。对，生日过一少一个，是这么想的不能过。你家里哥们弟兄几个呀？就一个。跟父母关系好吗？好。跟父母有话说吗？话也少。那你跟父母关系好对吧？你这个好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哪儿呢？就从小到大，我父母说什么我都听他的。就听话。他听你的话吗？没什么事儿吧？就是他每个月这种上交工资这个事儿，他确实是挺听我的。但是我总想就是说，给他在微信上发一些什么，明了自己见面不就才。所以其实对你来说，现在最不满意的，咱们排序一下啊。第一是不表达。对，先生不表达是一个，第二个是说有的时候他会小心眼儿，对吧？或者叫猜忌。第三呢是说这个男人还有点小抠。第四是说他没有浪漫感。在这么4个你认为都有的情况下，哪个你认为最严重？他就是不懂得照顾我，然后就是说，就是落回来并不是他不够浪漫，而是他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不知道照顾我，然后我总想就是不能平平淡淡嘛。接着我还要问。离婚吗？我不想离婚。不想离？对。为什么？就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然后我就希望他通过这个爱情保卫战啊，就能改变一下他自己。我不记得是哪个影视作品还是谁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离婚是一个人对我不好，我离了婚是一群人对我不好，自己的父母啊，周边的朋友啊，这是一个离婚的女人我现在想问你的是，如果给你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你会跟他离婚吗？应该会。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婚姻继续，你考虑到了你最早跟家庭的翻脸，对吧？对。你怕自己下不了台，是吧？对。面子离婚丢人。你听完这个你害怕吗？害怕。怎么办呢？想改吗？想改。能改吗？能改。我是不太信的。你们3位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为什么你在3个月之内会闪婚嫁给他？这前几个月我们叫自我幻想期。自我幻想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沉默寡言的时候，你想到的是这个人很安全；当他看你一眼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是要照顾你一辈子；当他请你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会跟我一块吃一辈子的饭。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自我幻想中完成的，这叫自我幻想期。为什么以前你觉得他很爱你，现在你感觉不到了呢？因为那3个月你是在自我幻想期，所有一切的爱都是自我幻想出来的。对于他而言，他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你们为什么闪婚的原因啊，这叫自我幻想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看那个小片里面他说了一句，说为什么要那么多惊喜，那么多浪漫呢？平平淡淡生活难道不好吗？我要指出一点啊，大家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大家觉得平平淡淡生活很好，但我一定要指出一点，平平淡淡生活其实是很功利的。为什么？我要的就是平平淡淡生活，我要的就是你不要浪漫，我要的就是你不要给我出那么多幺蛾子，我要的就是你看我们2个人在一起待着，我要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物质要求。你要的东西不比那些要物质的人更少，你要的是对方放弃，懂吧？懂。当你要对方放弃的时候，你应该做些什么？你是不是应该付出一些什么？是。所以，当你要求对方放弃一种生活的时候，你至少要关注到一点，就是他开不开心。你觉得他开心吗？不开心。啊，你有想过为他的不开心改变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你想过吗？没有呢。你也没有改变过。你觉得自己对吗？不对。那你将来想要改变吗？想要改变。你知道怎么改变吗？不知道。正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你还可以抢救一下。我稍微给你讲几句啊。他所要的叫意料之外的开心，就好像他给你过生日一样，他觉得他能给你一种意料之外的你没有想到的开心。所以第一，你不要告诉他你要做什么；第二，你去做一点他能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你不告诉他我今天要给你买东西，然后给他买了一样东西或买了一支口红。第二个，人际交际、人际关系是一种生活技能。你不去他们家，不去跟他父母去做人际的交集，不是你自己有个性，也不是你觉得我有必要或者没必要，而是你不懂人情世故，你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技能。这些所谓的生活技能是需要你自己去弥补，是需要自己去补充的。所有的一切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看爱不爱。那爱不爱是怎么表达的？就很简单，就这一句话：我爱你，我就为你改变；我不爱你，我就只顾着自己。所以现在就看你爱不爱他的时候，我不觉得你对他的生活是不好的，因为你把钱交给他，你也在生活里面也是很关注他的。但是就在于你是关注自己多一点，还是关注对方的开心多一点。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曲总，我觉得在对待你们俩之间的婚姻这方面呢，你们俩截然相反的。你给我感觉特别冷，而女孩呢特别想热起来。但现在如何让这个冷水热起来，让热水呢也别那么烫，这样中和、温暖、舒适，两个人才能继续在一起。我先说男生吧，你的冷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我理解你不是不爱，你是太懒了。很多事你懒得去做，你会找很多的借口，你懒得去体会他为你过生日的那种心思，你却觉得铺张浪费。你懒得去和他的父母去搞好关系，你觉得没必要。你觉得只要你能照顾我，我能把钱交上来，这个家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我猜刚才陆琪老师说那些话，你真懂了吗？你会去做吗？你不会，因为你必须得有一个动力热源，让你冷水热起来。我能想到的比较现实的、直接的这种措施就是：想要孩子吗？想要。大点人说想要吗？想要。让女人要为你生孩子得2点：第一，她觉得值得给你生；如果她觉得你是冷水，她不会给你生。要够爱你，才愿意为你生一个孩子。其实是你们2个人的结晶，明白吗？水到渠成，冷水是到不了那儿的。第二点，消除她的顾虑。
顾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一方面呢是感情上的。你如果还是这么冷冰冰的，生个孩子也是他的事儿，你又钓鱼去了，你能做到真正照顾这个家、照顾孩子吗？所以让自己勤快起来，好不好？要不要孩子，其实决定权在你。你只要能动起来、热起来，做一些可以让他觉得感到温暖的事情，他就有可能为你生孩子，你知道吗？就比如你酒后说我爱你，哎呦，他多么感动！他甚至于天天找你去喝酒，结果呢，你又故伎重演了，对不对？所以说我承认你们之间有10岁的这种差异，你们也不是志趣相投的在一起的人，但是你至少要做到几点啊？第一点，你不能理解的事儿是吧？你就不用去理解，但是你可以静静的去旁观，明白吗？明白。第二点，如果你没有共鸣的话，你也不用去打击他的心气儿，你也要做到支持。你再去想想过生日，即使是不当浪费了，你们又能花多少钱？不能挣回来吗？但那份情要领，明白吗？做到这几点，我相信你的老婆是愿意为你生小孩的。还有啊，我提醒你，既然其实你是知道跟他的差距的，你也要做到，夫妻之间一定要求同存异。他就是这么一个冷冰冰的人，不可能要求他一下热起来，那也不是你想到的，因为就不安全了，对不对？那学会慢慢的去把这个冷水啊给它加温，而且夫妻之间要注意相处的礼节啊，欣赏和尊重。你要欣赏他钓鱼，你也要懂得尊重他的一些选择，好吗？好，就这样，好，谢谢曲老师。哎，侯老师，你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对你，对吗？其实很简单。第一，3个月之内拿下你，节约成本。你主动偷着户口本出来跟他结婚，对于他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物质，都节约了成本，迅速的把你搞定。如果要是跟你谈上个3年5载，每年过年过节都要给你父母送礼，那是一大笔开销。你别以为我是说笑，对于他来说，他是有这种考虑。第二，你说他在生活当中总是翻你的手机，在上班下班的地方接你送你。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也许是担心，但是我认为更多的一部分是因为你是他3个月就搞定的女孩，他也害怕你3个月被别人给掳走。人就是这样，太轻易获得的东西，他始终是有一种不信任感。第三，想要孩子。想要孩子只是因为想要孩子，因为他比你大10岁，给父母生一孙子，他所有的愿望，几乎这个婚姻所要达到的功能就完成了，对吧？所以你一旦生完了孩子，你就基本上不会有价值，更别提什么所谓的浪漫。因为婚姻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程式化的行为。到了这个年纪，我又应该结婚，为父母生一个孙子，为自己要一个孩子，如此人生就完满了，对吧？对。而且他不太作声，比较沉默寡言，这是他的性格。所以你遇到的这个男人，就是非常传统、非常刻板，把婚姻当成一种功利行为和程式化行为的一个男人。他并不爱你，这是我所看的。如果他但凡是爱你的话，一个从来没有过过生日的人，你那样的给他一个生日的温馨感，即便他认为是浪费，即便他认为与之前父母给他灌输的生活理念不要铺张浪费是相悖的，但他内心会有一丝丝感动，但他没有。所以你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名义上的妻子，将来名义上的母亲，孩子他妈，但是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爱你。我说对吗？对。也许将来可能会日久生情，但是这个风险冒得太大，因为你并不满意现在这样的生活。所以我的意见是在没有孩子之前离婚。如果你想要追求你想要的浪漫生活，你就应该对这种生活有所追求，不要隐忍下去。对于他来说，生活只是生活，结婚就是生孩子，有个伴儿。但对于你来说不是，你要一个爱我、呵护我、给我浪漫的男人。所以那3个月太仓促。
你仔细考虑一下，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有些人对生活是从来没有大的追求的，在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条框。我就是这样，你能把我怎样？你接受我就接受我的一切，我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我不会变。你大概就是这样吧？是。我其实不用问你了，因为我知道我问你什么你都会说是，因为这个是的背后哪些是真事，哪些是假事，实话实说，我觉得我打问号，所以我不会再问你问题了。所以女生最简单一个问题，22岁对吗？哪位老师说挽救一下，你会考虑给他时间挽救吗？我现在这心里边特别乱，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假设，这就是离婚前夜，明天你就要跟你的现在对面的妻子去离婚了。这一晚上你会做什么？不用回答我。这就是你真实的生活情境，就在这儿了。要不要挽回，做一些什么，你可以决定。女生其实也一样，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第一组的时候，看着很热闹啊。我在想，如果那一对真的就在一起了，也许他们的婚姻的另一个写照，激烈的争执的写照，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的延续。所以我们说，生活其实是在照镜子嘛，这都是一面一面的镜子摆在我们这儿了嘛。我没有什么建议，你敢3个月就敢结婚，说明你有勇气。你能用3个月让一个姑娘实实在在就跟了你，说明你手段也不简单。我们不说浪漫，希望您能记住，在生活里面做一个有情绪和有兴趣追求的人。有些婚姻是可以一个人做主的，我要离就离了。有些婚姻大概真的需要2个人纠缠，我觉得你们俩就属于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下一步是想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纠缠上，还是花在改变上，你们自己想吧。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我不是没有付出，只是你没看到而已。我希望你看到彼此的对方。我在外面上班受苦，回到家我不想说。我希望你能融入到这个家庭里。但是我希望你为了我能有所改变，不要整天那么死板，不要每天下班都不跟我交流。就是原来就是你就会照顾我，会包容我。我希望就是以后你也会照顾我，会包容我。以后会包容你，照顾你。就60秒吧，好漫长。谢谢2位，请回吧。